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邀请到的特别来宾，左手边第一位，新北市议员卓冠廷，武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姚慧珍，大家好；政治学教授范志平老师，大家好；右手边为你邀请到台北市议员游淑慧，大家晚安；桃园市议员备少将俞北辰将军，大家好；资深媒体人康仁俊。大家好。好，那中南部呢？对，尤其像南部的一些地方呢，雨还是在下不停。老天爷啊，你到底什么时候可以停一下？没有，如果我看气象的话，气象讲说大概在这个礼拜中是不是有机会雨终于可以停一些？当然，是不是还有一些偶雨？但不管怎么讲，不要再下那种会致灾性的一些的暴雨，好不好？那让我们真的有时间要救灾，要什么的？那待会在现场来宾，当然也会看到最近大家看到民党呢带领秘书长何伯文下去在救灾过程的一些画面，也引起大家一些的讨论。那救灾，当然救灾会不会有一些政治学在里面？当然有，只是那个政治学各方的看法为什么会这么大的一些不同呢？好，那除了这个以外，你也可以看得到，对国内来讲的话，那823的7席罢免这些席次呢，那还在往下走，因为要到823投票嘛。那蓝绿还有罢团之间，所有的阵营之间是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件事情？当然，对所有的我们台湾民众来讲的话，从上礼拜5开始一直到现在，你关心那个关税那个20%，那20%不要觉得天高皇帝远，你不是那个行业，你不是水务机，你不是什么，那可能会影响到全台湾所有的人。那你看日本多紧张，韩国多紧张，全世界为什么这么紧张？那现在对我们来说，那所谓的暂性关税20%，那接下来呢？接下来要怎么谈？怎么谈会对我们最有利，能够把损害降到最低？好，来叫财经专家慧珍。对我说实话，大家会讲说，我们跟日本、韩国是竞争对手嘛？对，他15，我20，我当然不利嘛。可我们现在是一个暂时性关税，对，那我们要怎么样？最起码要压到15。可是大家就来问，你压15。我要付出什么？是你会不会付出的东西？像我看媒体讲说，有人讲说啊，我有把握，我们有把握可以压到15，不是压15是一回事，对，你付出什么是另外一回事啊。是，所以我每次在谈到关税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永远都记得我以前在跑财经的时候，他跟我说。谈判这种东西哦，是 give and take， 就是你给了什么，你拿了什么，大家只知道这是第一个原则。第二个原则是你永远要有一个模糊空间。这个我就觉得有趣了。那怎么样有模糊空间呢？就拿这一次已经大家知道确定拍板出来，我们先用日本来韩国来讲话，你就发现彻底完全就落实这两个。到底这个15%，现在看起来他们两个国家都是用15%嘛，看起来差不多嘛。可是我跟你讲，光是15%这件事情，日本跟韩国给的跟拿的都不一样哦。比如说，你用日本来看，日本现在答应是用15%，但是他所谈的是说，他要对美国投资5500亿美元。我先补充，原本说出来是4000亿美元。大笔一挥，增加了1500亿美元。那光是这个所谓的5500亿美元，你知道美国所公布出来的一个说法，跟日本政府所 announce 出来的说法，两个又不一样。美国说，日本就答应我们要投资我们5500亿美元，那日本的说法是上限最高5500亿美元，这差很多很多。对啊。第二个。他说：“这个5500亿美元是包含就是可以贷款的部分，比如说我们日本的企业到美国去投资，像日本钢铁去买美国钢铁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是不是有这个140几亿美元？是不是也包含在这5500亿美元？再来，那如果以后日本钢铁它要持续扩大，我们日本的一些银行机构。”整个借钱给日本钢铁在美国这边持续扩大，是不是也在这5500亿美元？所以你知道它其实模糊空间很大。第三个还有一个。他们不是讲吗？说什么有一个投资多少钱，然后那个投资最高90%的获利要留9:1，对，美国要拿90%，对，日本只有1%。光是这个，我跟你讲，日本讲法跟美国讲法也不一样。日本政府的日本现在他们自己媒体在讨论一个讲法，说所谓的9:1的90%是指，比如说日本钢铁在美国的这个厂赚钱了。再继续把90%的钱加码，对 ，OK， 不是说好像所有钱就是好像是被美国政府给所有，不是这个意思。你想想看，那个9:1，对，如果今天是好，我们拿我们台湾来讲，如果谈说我们要去投资多少，90%利润给他，假设是这种，因为本来那个美国的说法是这样嘛，对，你想想看，如果就我们的人如果听到90%给你，我只拿1%。你觉得我们大家不疯了吗？一定疯了，一定疯了嘛！这个全部都疯，那不可能嘛！那现在不是有说主权基金嘛，从1000亿、2000亿美元嘛，然后什么的。其实我跟你讲，我们先讲日本，我们先讲看起来是这样，对不对？就你知道吗？今天石破茂他们出来召开的记者会，记者问说：“那这份合约到底有没有
纸黑字的一个契约签下来，就没有想到他们首席谈判代表赤泽亮正他说。这个如果有白纸黑字明文订立的话，确实比较有利。但就我所知，华盛顿、欧盟、南韩达成的协议也没有签下任何的那个文件。所以现在怎么样？回到我们讲那个商业最高的原则，说了就算，是这个意思吗？不用签哦。不知道，但是现在这今天日本政府讲了，我们才知道原来。现在目前为止，英国10%，欧盟自己15%，目前为止没有一个国家有签，都没有签，都是 MOU 啊，拢推讲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现在这个不是立法院这边吵吗？对，要来报告，今天光为了一个。就请卓奎来报告这些，连那个朝野协商不到一半就结束了。对，就结束，而且主席自己率先离开。我想说，你自己协商，你可以先走是怎么一回事？我现在要告诉大家的意思就是说，现在所有东西说一句实在话，前所未见的一个混乱，前所未见的混乱是因为川普本人他的唯一不变的就是永远都在变。那现在我们本来讲说积极啊，人家都谈15%怎么办？觉得很，我们到今天到中午在上节目的时候，我都还讲说怎么办，感觉好像输人家5%。后来自从那个日本召开这个记者会之后，我好像突然也松了一口气。人家15%，5500亿美元都讲了那么多啊，结果文字都没签。那文字都没签，其实我认为啦，川普在玩一个游戏，什么游戏呢？如果到时候，比如说8月7号、8月10号哪一天生效，当所有的真的货品从世界各地弄到美国去，价格都开始涨的情况之下，美国人民会自己先受不了。美国人民会自己先受不了，所以我觉得某一种程度，它也是好像有一个，现在我们在谈 MOU， 到目前为止，所有谈的这些都是 MOU。慧珍，你刚刚讲了一个羊毛出在羊身上的概念，对，你把大家的关税全部都搞成这样。然后东西如果全部都回销到美国的时候，那因为你扣我这个税，然后所有东西进去，到最后它也会变贵，对，所以美国老百姓会受不了。对，我还没有享受到你告诉我说你帮美国人挣了多少钱，能够回馈到哪里，我都还不知道，打掉多少美债的那些债务我不知道，但是我的名声因此会贵。对，我也不懂啊。可是好，川普好了，人家毕竟是美国总统，人家毕竟生意做这么大嘛，对不对？人家6次破产还是站起来了嘛。对。可是问题是，当他今天这样搞，我们呢？我们传回来暂时性的20%，大家很在乎。你看最近几天，不管是蓝营的或无党籍，你说像高金啦，或所有人在卖台什么，就如果你们大家谈的那些东西没有经过立法院，没有经过圣货要不要全民复决的这些，那些所有这些数字弄完，就是要把台湾3代家庭都赔下去。这些词一出来，大家老百姓有的人会听到，对，他会觉得说，那就很明确告诉大家到底是什么。可是谈判某种程度，它就非常吊诡的一件事情嘛。我跟你讲，我先把整个日本的这个快速讲完。他后来他拿了什么？他简单讲了一个，他主要就是希望他的日本车到美国的这个部分的关税从25%降到15%。这个部分听起来应该是有达成的。但是他让了什么？他就是让的这个美国的稻米到日本这件事情，他们原本现在目前为止大概是有77万公吨的稻米是从美国到日本去，他们有 promise 至少要增加75%以上。那现在日本自己本身的稻米是45%是吃自己日本米，其他的55%，我们就觉得日本米超级好吃，其他的55%还是来自美国加州的日本的月光米，然后就是等于是日本后裔这边种的，还有中国过去的那个中国米。所以你就知道，就是说他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美国车到我日本，我以前就是要经过我在地化的一个相关的检测，现在就是这个部分不用了，你只要美国这边出口的是安全就安全。所以日本付出的代价是这样，除了5500亿美元之外，然后阿拉斯加的这个探勘计划说要去投资，然后呢 promise 要买1000亿的这个相关的能源，然后呢还要刚刚的这个稻米这个要出口要开门，但最重要是他们汽车他们把握住了，因为他们汽车是他们占他们日本的 GDP 的10%，所以这个部分他有拿到，所以就是 give and take， 你要什么你拿到什么。那以台湾来讲，因为台湾我觉得现在讲出来就是说，今天最新消息说他们要我们投资6000亿美元，6000亿，对，那我想说，日本5500亿，18兆，对，怎么讲的好像有点超乎我们想象。但是你换另外一个角度，如果这个6000亿美元里面是不是有没有包含台积电的已经 promise 的1600多亿？那如果有的情况之下，那这个是不是其他的3-4千亿是不是有包含我们买那个天然气？因为我们其实买天然气分20年来买。
先知道这个6000亿、5000亿、4000亿，这个不是叫你1年呐，是分10年呐。所以这个如果真的是有分到10年的话，我是觉得其实也不是那么的。让人家觉得没有办法承受。但是如果说你又要6000亿美元，你又要我们去投资阿拉斯加，我个人认为阿拉斯加那个投资案是能不碰最好不要碰，因为那种投资案是有一点开口契约，什么意思呢？现在跟你讲这个投资额是3000亿美元，就你投下去了，投下去发现哎呀没有5000亿起不来那你不就疯了吗？所以我是觉得现在是说这个，但是未经证实，就是说有一个外资圈的说法，美国开出4个条件。希望我们台积电的 AI 晶片可以在地落地。那我们现在已经有去嘛？但是我们现在生产在美国这个 AI 的相关的台积电晶片，占我们台积电的总产能才7%，所以你说从7%增加到10%，其实也没有那么严重。那这个部分，因为是有关232这个部分还在继续谈，所以这个也还没有确定。那6000亿美元，我刚刚已经讲了，你6000亿美元是怎么算？那再加上连日本讲好的一个5500亿美元都还有。最高5500亿美元，然后还有一个融资金额。那如果这所谓的6000亿美元里面，我刚讲了，包含台积电1650亿美元，1600亿美元，然后再加上假设是主权基金，那很简单啊，好啊，那我就 promise 你啊。可是我主权基金假设1000亿美元，我就去投资我们台湾在美国的企业，马西 SI 啊。所以有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2个 give and take， 以及你有模糊空间。可是我主权基金假设1000亿美元，我就去投资我们台湾在美国的企业，马西 SI 啊。所以有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2个 give and take， 以及你有模糊空间。这就是为什么我刚以日本为例，因为日本的90% 归美国这件事情，美国版本跟日本版本都没有讲清楚。那以台湾来讲，我觉得有一个一定要守住的就是农业。那我刚刚不是讲说美国的米有到日本去，然后也要增加75%。事实上大家可能不是很清楚，现在也有美国米到台湾6公吨，其实6万公吨，说多不多啦，但是事实上有一些什么冻饭啊那一些的连锁的那些已经有吃到。那但是这个东西，因为什么一定要守住，不能像韩国其实我觉得是谈的最差的，因为韩国几乎全面开放它的市场，包括它的汽车、卡车跟农产品。那你自己的韩牛，你不会被美牛打得咪咪冒冒？那台湾也是啊，台湾我觉得农产品，因为我们光是农业的人口有60万，种稻米大概30万，所以而且你要知道哦，你不能。我们台湾是海岛型国家哦，这个所谓的粮食的安全跟粮食的自主性是非常重要。它某种程度算战略性的东西。是。不然你如果说他的老公给你封锁什么，你没米的话，那是会饿死人的。所以我觉得稻米的这个部分是台湾政府必须要守住的一个关卡。那当然，你其他的还有一些你的那个牛肉啊、猪肉啊那些，他们一定是希望你全部降低嘛。他们现在起码内脏不能来，那我们要怎么？所以就是政府要一个东西，就是你给跟拿，然后你的底线是什么要守住。那我觉得这个目前为止还在进行当中。那所有进行到后来，其实最终还是要经过立法院，所以在野党现在大家这个 keep up 啦，说什么条件拿出来，我是觉得倒也不用。然后第二个最重要，这些国家弄公贺啊，到目前为止也没有白纸黑字，所以我是不知道你强迫政府要签，那拿出一个白纸黑字是能拿出什么东西啊 ？OK， 来，冠廷虽然是民进党的发言人，但是某种程度党政之间总是要知道一些相关的一些的内容。刚才讲到日本，每个国家在谈的那个过程都有最难的一块，然后到底该怎么办？日本大家都是觉得他打死不愿意开的，一个是汽车，一个是农产，尤其稻米。某种程度，日本的稻米算是他们日本的骄傲。对。然后还有另外一层跟政治有关系，因为日本种稻的农民呢，大概有多数是自民党的支持者，所以自民党不愿意放这个，是因为美国米一进来，那会冲击这些，等于冲击到选票。讲白一点啦，就冲击到选票。他一直不愿意，可是到最后为什么某种程度有一些东西要开放？那就刚讲的 give and take。那你到底该怎么办？日本汽车工业到最后15%出来以后，你很难想象哦，今天日本股市是大跌。但是那天日本公布的时候，日本的汽车股全部大涨，对，像丰田好像涨了14%，为什么？因为他们本来以为25%，结果变成15%，他突然觉得之间好棒棒的感觉。可是对我们呢，我们有很多难的地方，我们的农产也很难。是我们刚才讲到。
包括从我们的水五金，所有的这些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可是我们就面临到这些，接下来讲第一个，来冠廷是。暂时性关税，你有听到？包括在野党都讲，什么叫暂时性关税？拿出来匹乓子嘛，谈一下嘛，要不然的话，今天不会朝野协商要谈这个东西啊，对不对？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些好，我从头讲到尾哈，因为其实讨论这个关税的时候。很多平台大家都很去脉络化。那今天在五哥这里，我难得一个平台，可以完整讲清楚。就我们回到源头了哈，就是川普他认为说全世界各国赚太多美国人的钱，然后所以他认为关税是一个武器。那这个关税他认为把它建立起来之后，会变成是可以让很多产业移到美国本身来制造，然后其他国家的产品因此难进来美国，因此各国赚美国的钱会变少。那以上他讲的这一套论述呢，10个美国的大学教授经济系的9个反对。但是他深信这件事情是对的。他深信到什么程度？上一次他在第一次当总统的时候就发动过第一次的关税战，最后看起来效果不如预期。他的内心深处或现在周遭美国的媒体的报道，告诉大家的资讯是，川普认为当时失败的原因只有一个原因，做得不够彻底，跟做得不够广，世界各国。所以他这一次是落实。这个是在。其实他当选前，我们非常多台湾知美的专家，讨论在聊，就有提到这件事。而他选上之后，这件事情看起来就往这个方向走。所以我们要先知道川普在想什么。第二部分，台湾现在的处境是什么？台湾是不会有人说是大国，2350万人，可是我们占美国所有的贸易国当中赚美国钱的多寡，我们是全世界赚它第7多的国家，比日本多，比韩国多。以日本来讲，一年赚美国685亿美元；以韩国来讲，一年赚美国660亿美元。台湾一个小国，我们一年赚美国739亿美元，我们只输中国、欧盟、墨西哥、越南、爱尔兰跟德国。所以台湾算是很会赚美国钱的国家。因为这个原因，当时川普大笔一挥。把台湾设32%，就是因为你赚美国很多钱，所以我税率要把你定得高，基本上是这个基础是这样子的。好，那回到现在最新的状况，台湾现在跟他到什么状况？到暂时性关税。我觉得很多网络上朋友做图卡，这个是我认为做的最好，就是一目了然。因为我们跟日本跟韩国都曾经有过一开始的最初税率，也有在谈成税率前的税率，也就是暂时性税率。尤其我以日本为例。日本在一开始最初税率是24%，他谈到一半还没有公布要让多少、买多少东西、采购多少、投资额多少的时候，当时川普政府是把它提高1%，变成25%，所以当时他协议前的税率是25%。那现在他已经谈完了，虽然说慧珍姐刚才讲的这些 list 出来啊，两边各自有解读不同，可是至少这个 list 已经出来了。所以我先回到一个源头，我们至少站在一个共同的基准。在这一次跟美国谈判的过程当中，有所谓暂时性税率，台湾不是第一个。台湾是目前暂时性税率被降12%，是降最多的一个，但我们不是第一个。我举日本跟韩国为例，他们在协议前税率，日本就调过了，24涨到25，我们是32涨到20，我们要有这个基础的事实认知才能讨论嘛。那我之前一直在讲说其实要给这个谈判的团队，我是觉得要给他们点鼓励是。美国政府跟我们在谈这件事情，无论是你从做生意角度，还是政府对政府角度，还是落实川普他政策的角度，他都希望能够美国拿到他要的。可是台湾有我们政府要帮大家守住的，该慧珍姐讲很多的这些东西，所以在还没有公布刚刚我讲的这些细项的时候，在第一阶段协议前的税率就先降12%，我认为这件事情是很不简单的。我也老实不瞒跟大家讲，其实私下我们的谈判的团队。对于12%这一件降12%这件事情，后来讯息因为一定得出来，然后甚至我们在跟大家人民在沟通过程说降了12%这件事情，我早上我一开始跟大家讲说，哇，这个是很了不起的，很棒。谈判团队里面的某个人跟我讲说，冠廷你这样子讲，美国搞不好会觉得他们让太多你知道我们在想什么吗？这一时被大家卖下去都不重要，现在重要的事情是，因为我是党发言人，我当然要替他们辩护。可他们现在想是，那我这个最终税率到底怎么样能够谈到最好？美国现在跟各国很多还在协商，你看瑞士，看各国，然后你看谈崩了，谈崩的要协商啊，台湾是没有谈崩，让我们降12%，可是回到最后，那最终税率我们要付出什么代价？我跟大家报告，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几个层次，第一个，大家一直讲232是什么？就是美国认为应该要给你多课税的产品，他当然用国安因素跟国防因素，那个都不重要，重要是他认为要给你多课。我举欧盟为例，欧盟谈15%，他的铝矿业
被加课了50%。他认为欧盟的铝矿要给他多。那台湾现在为什么232这个？你说卡在这也好，还是现在的谈判正在谈也好，因为我们其实我没有资讯，但我们用猜就知道，一定是 ICT 半导体，然后资讯业，就这些我们占台湾卖给美国一年赚739亿当中的70%来自于这个产业，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在跟他努力谈的。好，假设这个地方谈的好或不好，一个结果，美国他现在要什么？他要他的商品卖到台湾嘛，要降低逆差嘛，所以工业产品、商业产品、农业产品，我就讲白了，最后大家摊开跟日本、韩国比，一定几个东西。第一个，我们的汽车会不会开放？那这个就是两面刃。老实说，在台湾意见是分歧的。我们非常多台湾好几万人做汽车相关产业的，会认为说可能剥夺他们的工作机会，可能他们生意变不好啊，政府要怎么补助他们，怎么帮忙他们？可是另外有一大群人认为说，那补助了几十年，然后做成这个样子，美国车进来便宜，我要便宜的车，是不是都有？所以汽车产业，我觉得两边的意见比较两极。那农产品，我举例，以台湾来讲，我们的稻米、我们的鸡肉、我们的猪肉、我们的牛肉，各个的开放到什么程度，哪些东西可以守住，这个未来也是一定会摊开让大家看。就是我们谈的，我也讲，老实讲，跟日韩比谈的好或不好。这清清楚楚。当然，好，那再来下一个谈什么？232讲完了，讲完开放了农工商产品之后，再来就谈，那你要去美国投资多少钱？投多少钱？最后那个数字也是确定的。那这些全部都出来之后，两边有一个共识，到时候这个案子，因为就这样就过了，没有赖总统讲很清楚了，这案最后是要送国会审查。所以最后出来的这个 list 配这个最终税率到国会。由立法委员代表人民决定要不要让它通过。世界各国都是如此。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我刚才讲的这个 list 在出来之前，就告诉大家说，我来跟国会报告，我来跟人民报告。这一次美国跟世界各国都没有，为什么不能有？因为全部各国，我前几天看到有台政论节目，我真的会喷血、吐血身亡。就在政论节目，有台的主持人跟有台的那个名嘴在上面讲，哦。就只有台湾要跟美国签保密协议哦，为什么人家日本、韩国都不用？你们水准可不可以好一点？都有签，世界各国都有签。最终税率，当美国谈完两个政府跟政府谈完共识之后，要送国会的时候，这一个细项就会公布给大家看。好，我跟大家讲，为什么现在不能公布？你要想一个状况，对美国而言，我今天举例，台湾、瑞士现在都正在谈，举例，他今天让了我们 A 产品，其他国家会不会讲说，为什么台湾让 A 产品？我们都还在谈的阶段，所以大家都会比较，大家会比较嘛，所以对美国的利益来说，他当然希望各国都要保密啊，那不然就不要谈嘛。对美国的利益来说，他当然希望各国都要保密啊。那不然就不要谈嘛！你要不要跟美国谈？一定要嘛！所以跟美国在谈之前，各国都签保密协议，就这么简单啊！世界各国都是如此。然后台湾的现在的民意代表高金素梅更扯，高金素梅现在跳出跟大家讲说，不止国会要通过，还要公民复决。不然你就国会你就不要通过嘛！国会如果你不通过，那就是你负责，就是32%嘛。美国一定这样搞的啊！那是拿全民的生命财产，尤其是我们的经济来做赌注吗？不是，所以我觉得最后我讲我的看法，最后这个最终税率会出来，会搭配刚刚讲的这堆，让多少谈判内容会出来，谈得好或不好，社会可以给评论，但不要在现在添乱。那请问一下，今天朝野协商的时候，主席是黄国昌，对，然后就直接跟吴思瑶对口的时候，他们两个一来一往，黄国昌意思就是说，我要知道你们民进党的态度嘛，要看看你们的态度到底是什么嘛。他今天就是很急，因为他有急事，我不知道他忙什么，急着要走啊，当个主席在那边，然后做1个多小时之后，然后就交给张启凯跑掉，所以前面他跟吴思瑶在那边唇枪舌战，只为了问一个问题：礼拜5排行政院长专案报告，卓荣院长会不会来？可不可以来报告？不是，吴思瑶已经现在讲，就是不要，不行，因为还在谈。你认为我们堂堂一个行政院长在国会殿堂全国公开的转播，然后讲出去讲说我们现在哪几个守得怎样，我们稻米现在守怎样，我们鸡肉现在守怎样，我们汽车守怎样？你觉得会帮忙我们的谈判团吗？完全不会嘛。所以后来吴思瑶我觉得回得超好，今天的本日最佳金句。既然黄国昌那么想知道，你自己打电话问川普啊。因为黄国昌逼说什么时候谈出来嘛。我最后跟大家讲一些，有人是说啊，那你们是故意慢慢谈。我跟你讲，压力在民进党政府啦，我们不可能慢慢谈的。现在这个20%，
各个产业大家也都有预期心理或者有压力，所以我们会努力的谈，尽速的谈，谈出来之后会尽快给国人一个说法。来，淑慧，刚刚讲说在野党一定要监督，可是那个监督的模式如果要送到国会去以后。冠廷刚好加一句话，好啊，要不然国会如果你们真的觉得有什么上权如果什么，你不要让它通过，回到32%。现在这个就是我认为就是民进党的想法跟策略哦。那一天赖总统讲了很多话，其中有一句话我听了以后我就瑟瑟发抖，我就跟国民党立委说：“您爱修心嘛，陷阱已经打开了啊。”赖总统说：“哎呀，不管谈的怎么样，最后这个版本还是要送交国会同意。”是啊，请问一下，国民党跟民众党可以反对吗？那反对，刚刚卓冠廷已经讲啦，陷阱就是那一句，你反对啊，回到32%，你负责。那这个不就权责不相符吗？前方谈的人啊，他在外面刷信用卡，不告诉后方要合账的人啊，说我刷了多少。然后最后账单回到后方，不，你不要缴啊，你信用破产啊。请问一下啊，国会扮演的是这个角色吗？民众期待国会扮演这个角色吗？我就去问国民党立法委员说，那你们到最后你们敢反对吗？私底下告诉我说，怎么反对？也不敢反对啊。那我说，如果真的又什么6000亿美金投资，又要买美债，100年没利息，我就讲得很夸张啦。我如果真的谈出一个很夸张的。你们也不反对吗？然后国民党立委很老实的告诉我说，我们真的不知道好，因为民进党就是丢一句话，反对那就32%，32%你蓝白自己负责。前方谈判的人，照理说前方谈判人跟后面要通过的人，我们都是一个团队的，大家要有商有量，这样可不可以？我们后面可不可以接受？好，有商有量，然后。你可以让在野党就一直强调说，你可以适当的释放一些讯息，而不是全面。如果让拿民众的反对意见当做你谈判的筹码，听说南韩就是怎么谈判，就是拿当年开放美牛激起南韩反美的这个浪潮抗议，跟照片给美国看说，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又会再一次有反美的浪潮。有时候民意的反对不是在扯后腿，而是让你谈判团队，因为美国是民主国家，他也了解民意跟选举这两件事情对执政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你有时候拿民意的反弹来谈判桌上说拍谁啊，这不是我没答应啦我们台湾民众对这个很 care， 我们的农民团体对这个很 care。美方要想想看坏人不是你第一线的人做嘛，我们也不希望让第一线辛苦谈判的这个代表做坏人。你可以拿后面的人当坏人嘛，这是我们一直说，你可以适当的让释放一些讯息出来，让民意的反弹作为你的后盾，这是第一个为什么要知道一点状况？第二个是产业界很着急刚刚讲的暂时税率这件事情，对产业界来讲，它有多害怕，你知道吗？第一个，我怎么报价？有一些我有技术优势的，譬如说台积电的晶片，我还可以跟你商量，不，一人一半，我们签一个协议，我到港以后的税率，如果到时候是多少，一人一半，好。但是大家知不知道，台湾出口到美国的前30大商品里面，有相当多是属于毛利率极低的，包括螺丝钉。你这个差5%。如果我们比越南、东南亚高个5%，你这个市场就没有了。我的选区还有一个是做食品原料出口，他说这个货柜出去2个月船运嘛，食品原料的利率有多少？很少的。我如果出港前是这个利率，飘到海上变另外一个利率，到港后变另外一个税率，我宁可不卖。你先让我知道，我宁可直接这个订单我就不接受了，合理吧？所以产业界要知道，台湾的企业界是非常灵活的。你事先给人供起来让他们先去想出路，想这个订单怎么报价，想这个出货怎么去配，那他们心里做准备再来就是开放，我们要开放哪一些被开放了这些产业受影响的产业，他也要先准备我是要减量呢，减产呢，还是我要去找其他的外销市场？如果我的内需市场会因此受到冲击，我有没有可能精进我的产品，升级我的农产品，去找外销市场？这一些都要提前1年开始想的。所以不是蓝白这么好奇宝宝，我们好想知道，大家都想知道大家刚刚慧珍姐也说了，川普的个性就是每天都在变。
说话不算话，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想大家都不会反对，它第二个的特色就是软土生绝。你硬，它还可能会弹哈。为什么大家会笑它叫 taco 哈？硬的时候它会缩起来，但是你软的话，它就一直绝，一直绝，一直绝。所以连外媒都说，台美的贸易谈判，感觉美国像在榨柠檬汁，大家知道吧？有榨过吧？榨到剩下皮有没有？剩下一滴汁都没有。那如果那样的话，我们当然就很危险啊。我们如果态度够硬的话，我们还不怕 taco。但如果我们是软土的话，那怎么办呢？我想补充一下，我觉得刚才所谓姐讲的很多问题，当然都是现在产业界当然会担忧嘛，但如果有任何具体认为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的方式，可以具体建议。因为目前我刚才会讲说，到时候如果真的如果高技术没讲的这种版本，什么还要公民复决，你还要办公投，那你就不要通过就好。我讲的意思是这样。我们到时候谈完的状况，行政团队一定会很谦卑的跟立法院报告为什么是这样子谈。我们还是希望它可以过，但我强调的是，你要搞到这是要公投，你就不要过就好。我的意思是这样，这第一点。因为条约缔结法适不适用这一次的税率？因为有很多国民党跟民众党在前一阵子就一直说，依照2015年定的条约缔结法，应该要跟国会报告。当时一开始很多学者还说，哇，这个单一国家的税率不一定要这样子。可是赖总统已经表现出我们的态度了，是愿意为国会负责、公平、透明的原则。你们听到淑慧刚讲这个是陷阱，不知道这个都想这个最后不是说，就是这个最后叫买单，没有，这个叫硬，这个叫做你谈完了，我们能怎么办？国民党跟民众党的立委的要求，希望我们跟国会报告，没有道理。我们依法跟你们报告，其实你们要求，你们现在讲说是陷阱，那以后我们怎么做嘛？我们不报告叫黑箱，报告了叫做那个报告是现在报告，不是现在怎么报告？不是现在怎么报告？我说你教我们，你教我们怎么样不会让这一个最终税率整个炸掉，然后全世界各国只有一个台湾这样搞，那最后没有人可以这样做。最后丢一个方案到国会，国会能够拒绝吗？一定是我们两个政府谈完一个我们两边讨论出来的税率，然后跟国会报告，国会有权让它通过，也有权没让它通过，这个是第一点。然后没有通过，就像你刚刚说的，32%你负责。美国一定这样子吗？对，你说的。美国一定这样子。没有你说的。我推测好，然后你给我更正的机会。如果你今天讲说我们没有要过美国会怎么样？回到本来税率嘛，不往上加嘛，这不是常识吗？如果蓝白否决了这个，对啊，它对台湾利益伤害很大的方案的话，你认为伤害嘛？那你认为怎么办呢？可能两边谈起来不一定认为伤害，是啊，这都可以解读嘛。有很多机密会议的方式可以处理的。具体有什么方案？像你们讲的，现在要跟国会报告，这是来乱的。具体可行的方案，给国人来讨论一下，我们愿意做，我们都愿意做。好，这第一点，我们已经做到了，还没有谈出结果，就先让它降12%。你不给个掌声，也至少好不好？讲一下说不简单，世界哪一国还没谈完就少12%，好不好？这第一点。第二点现在美国投资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要想一个，我觉得要换位思考。对台湾而言，我们要不要继续赚美国的钱？我认为要。对台湾而言，我们的经济要不要跟欧洲、美国这一些西方国家大家一起赚钱？我认为也要。二战之后，美国的经济发展很明显，就是在一开始走这个大西洋。后面的几年走太平洋，其实这几年你要去看整个川普他的投资的大战略方针，他现在要重新跟中南美洲建立一个新的纵轴的一个投资的一个国家的发展的方针。那我们的想法其实对于我们的政府也一定是想一件事情，我们的企业如果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要求，或因为这样的需求，我们要到美国去投资，怎么样对产业两边是有互补的？我们的企业到美国投资，台湾赚钱，跟台美之间的合作加深，这不是更好吗？所以不要一直认为说到美国投资就是一件烂事情，到美国投资，台湾跟美国一起赚钱，哪里是不好？不然要跟中国一样55%。然后就要我只是补充一个，刚不是提到什么软土生绝吗？但事实上，透过这一次谈判，你可以发现敢跟川普很硬，这个挺硬的在那边跟他硬杠的我觉得不会有好下场。第一个就是日本嘛，日本本来是24%，为什么会变成25%？就是石破茂在那边跟他讲，就是说意思就是车子啊，这个怎么很，我们不能再关税不能再降，很多都不能再降。所以后来是因为他们另外一个谈判代表市政什么的，反正就那另外一个官员去，他比较柔软。所以后来是因为他们另外一个谈判代表市政什么的，反正就那另外一个官员去，他比较柔软所以才后来可以谈到这个15%。
另外一个案例是什么？就是那个巴西，巴西本来是10%，后来变成50%，因为那个川普前巴西总统啊，这个波索诺瓦对，反正是川普的好朋友，他被办，他被现任的巴西政府办嘛，就说你有贪污问题嘛，那川普就说你怎么可以办我朋友？我跟你讲50%，你们觉得这个人是很夸张，但他就这样搞。另外一个是印度呢？人家应该是，你知道，你说印度应该是你美国主要未来要取代中国的市场嘛，15亿人口。对啊，就后来印度也是谈到，好像也是往上加，还说要给你一个惩罚性的一个条件。为什么？因为你印度一直买俄罗斯的天然气，一直买俄罗斯，买到每桶1/3都买俄罗斯，你怎么不买我们美国？你怎么可以买俄罗斯？因为这样要给人家加啊，他有讲道理吗？没有啊，他有印度要听他的话，看起来也是要听他的话。为什么？因为他是宇宙王，好不好？我们也很想站出来跟他 say no。你讲什么？你知道我们想跟他冰的。可是如果当印度没有办法冰的，当中国没有办法冰的，当日本没有办法冰的，当巴西、南非什么这些国家都没有办法冰的时候，我想请问一下，我们台湾2300万人，我们是拿什么东西可以给人家冰的？我补充一下哦，其实跟美国这个对等关叫做对等关税。什么叫对等关税？你给我多少，我给你多少，叫对等嘛。那其实现在是不对等的。那么美国跟我们之间到底跟台湾、跟日本、跟韩国、跟加拿大、跟墨西哥一不一样？其实台湾跟美国来讲不一样。谢金河老师就讲了，他说到底美国把我们当成对手还是伙伴？这会决定未来谈判关税的高低。美国现在川普眼中有伙伴吗？对，所以说要分析一下，就是我们台湾就是以去年好讲，去年我们跟美国的贸易顺差739亿，比日本、比韩国、比加拿大都来得高。那为什么我们可以赚美国这么多钱？我们贸易顺差为什么可以有这么多？我告诉大家一个问题，因为美国从2战以后，它出口的主要商品哪些？飞机、航空设备、汽车、药品、机械设备、电器、资讯、农产品。你除了汽车跟农产品之外，这一些东西，飞机、航空、机械设备、电器、资讯，有哪一些不需要台湾的关键零件？所以美国虽然我们赚美国很多钱，可是美国如果没有我们这些东西，它的飞机、它的航空设备、它的机械、电器是出不去啊，他也要赚人家的钱。可是将军，现在国内来讲的话，你看着，因为这个还没最后 final 嘛，如果等到最后 final 回来以后，光现在像副科级总召，他在立法院也有讲说他好像有讲到3代家底啊，这所有这些东西，这个谈出去，这到底这数字好，那现在一定要到立法院，最后要到立法院嘛。那所谓刚刚有讲说，有很多国民党委员觉得你现在是逼得我一定要买单吗？我要背书吗？那我如果不点头，然后到就32，我点头。如果他们觉得譬如像高金素梅委员，他也讲，他连卖台2个字都有出来，所以这些老百姓不是听不到，一定有产业会受到一些的影响。这也是政府后面要想办法看怎么样做，包括不做，全世界大概都会有要这样。可是当那些词一出来以后，它就会变成到最后讲白一点。选民公决，我不是说要去那个包括复决啦什么，而是最后选民用选票来决定最后那个东西，他觉得民党谈得对，谈得好，还是在野党守得好，觉得这根本是丧权辱国。到最后不管是到2026、2028，大概那是，可是，在那以前，国内政坛你会发现，它就是这些啊，包括那些字眼啦，所有内容全部都出来了。对美国而言，不管你是国民党、民众党还是民进党，都叫做台湾，就这么简单嘛。所以你包起来在里面怎么吵怎么闹，对美国来讲那都是台湾。那可是真正可以去跟美国谈的是谁？执政党。现在连美国人民都头痛。你有没有觉得川普其实好了，我讲白一点，一定有很多人觉得川普跟个疯子一样，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现在应该叫川皇 ，OK。可是他讲的一些你听起来像是个疯子讲的好语，他有一些最起码就我的角度，他有一些他真的干到了。格陵兰，他那时候不是说。叫丹麦把格陵兰给他，对，丹麦打死不行，然后那时候还跟他对干，对，他要加拿大变成他的第51州啊，当然现在这好，你都觉得很疯狂，但是后来川普美国跟丹麦签了一个格陵兰的协议，我念给你听那个协议大概的内容。那格陵兰包括所有的军事基地随美国用，所有的开发随美国，包括美国军人在格陵兰所有的地方。发生所有的事情有治外法权，不受丹麦的法律，然后是美国自己的法律。你有没有觉得这跟当初清末民初
那个猪，像不像？不平等条约？对，实质上格陵兰等于就是美国在用了，你不觉得吗？我那时候看到他们所有签出来那个，说实话我有点压抑，因为对全世界那个治外法权几乎是不会答应的。一个国家只要把司法主权让出去，那就等于是我认栽了，这个地方我也管不到了。但格陵兰现在已经变成这样，所以我说川普，你不要看，你不觉得他现在？我不知道他，我以前一直觉得川普应该没有读过历史，但我现在发现他是不是很喜欢读中国历史？他还读的，而且是那个大朝代，譬如明朝四方来购。或是以前隋朝，让所有的人全部都要来，在那时候的那个长安里面呢，还要弄一个像所有的餐厅、所有的客栈，随那些外国使者住。川普现在不就跟那个朝贡一样，大家要拿钱过来吗？川普为什么才可以这样做？除了川普以外，其他任何你说人口最多，印度、中国14亿人，为什么习近平跟莫迪不能这样做？这其实2次大战之后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全世界的计价是以美元计价，所以他掌控了很多嘛。另外就是川普他是绝对的权力嘛。所以你看，不止刚小五哥讲格陵兰、巴拿马运河不是也这样嘛？是说卖就卖啊。所以其实川普他运用了很多他的优势跟强势，可是这样子，川普在于他本土在美国里面。他是不是受到了这么多人的支持？这是一个问号这是个问号。他不用担心啊，他反正下一届也没得选了。我就不去。可是这有趣的地方来，我们刚才好像五哥讲这个过程，大家觉得电视机前大家觉得很荒诞，对不对？但你知道这个案子，丹麦的国会是压倒性的通过，是啊，94比11，是啊。为什么？我觉得大家都认真想，格陵兰感觉治外法权什么都让美国拿走，对不对？换什么？丹麦是北约的成员国，丹麦也怕俄罗斯侵略，换到了美国加强对于丹麦跟欧洲各国的保护，讲保护有点过分了，但就是保护啊。所以这个就是每个人有一个选择。所以我就跟你讲，当川普一开始说格陵兰给我，全世界都说你疯了，对，怎么可能要让出去？但是最后我跟你讲那些条件，那跟让出去有什么不一样？94比11，对吗？那不一样。可是现在好了。任俊对我们来说，好了，你川普要怎么做，其实我们都认嘛，没有关系，你大我小，好，你说以小事大，事自己治。那我们现在呢，20%，不管它暂时性到最后，我就讲你降到15%，但我更在乎的是你降到15%后面到底能够谈到一些什么样。那对国内来讲的话，有很多的产业，这几年大家已经在分析很多的产业嘛，它确实会造成很多一些的冲击。这就是好，这就是民党政府要面临到的考验。你怎么样能够受冲击之下，你要去怎么样去补贴这所有都是这样。但是话说又说回来，美国人真的都只有好处没有坏处吗？刚才慧珍讲不一定哦，搞不好那个荷包也会失血啊。这个美国要什么？你看那个美国那个商务部长叫卢特尼克嘛，他接受访问的时候，日本给我钱，韩国给我钱，印尼给我钱，大家都给我钱，他要的是钱嘛。但这个钱到底是用实质的投资还是怎么样？它可以转换，这个大家各自有所讨论。可是你说，在这整件事情的过程当中，台湾难道没有产业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已经受到实质影响吗？一定有。我举个例子好了，汽车业，你现在去问那些卖车的，每个哀到一个程度啊。台北、台中、基隆港，你知道多少辆进口车在那个地方吗？36000辆，已经变5万了。昨天告诉我5万了，因为大家都不提车啊，不提车，对啊，大家都在等关税啊，因为大家都在等嘛。是啊，那你知道下一个冲击的产业是什么？你知道吗？二手车市哦，因为本来要买二手车的，开什么玩笑啊？我这个钱我可以买新车，我可以买新车。你放心，你刚刚那段我绝对不剪，委任状，不是嘛？他真的就是受到冲击了嘛？是，所以对这些人来讲，他当然希望赶快定案。好，我必须说，当大家讨论的很多嘛，都期待就是关税可以降。我真的必须讲，其实台湾有2个声音，期待降的是他做美国生意的人，台湾有很多人不做美国生意，他另外一个声音是20%，好啦，不然你看那个日本还要搞5000多亿。然后呢，那个南韩也是加起来也是5、6千亿，我需要为了那个多减一个5%，然后我再大家多付出这么多钱吗？我看台湾就是有另外这个声音，所以刚刚的讨论，其实你不觉得都在假设性的这件议题上面吗？如果我们讲对美的这个出口的东西，我要变成20%，到今天为止，有哪一个资讯告诉我们这个20%适用哪些产业？
到今天为止，有哪一个资讯告诉我们这个20%适用哪些产业？所有人都在担心，可是没有人有一个准说，对我就是接下来会遇到的那个状况。我查了一下了哦，我们现在如果是会适用20%的部分哦，大概因为我们还有一些条款还没有谈嘛，我们大概对美出口品大概有25.2%的部分会适用这个20%左右。我其实一部分赞成啊，就是说你在谈判的过程当中，某些资讯其实让国内需要知道。为什么？第一个，我举美牛，因为刚刚讲美牛嘛阿扁时候开放美牛，马英九时候开放美牛，蔡英文的时候开放美牛，那个在每一个产业里面，每一次的开放里面，国内都讨论非常多，立法院也都介入。但是到最终都是最后谈判结果出来之后，然后报到立法院，请他核准。我不是很能够接受，就是说难道这个就只能照单全收吗？我不能接受，前提是如果这个过程因为当时在美牛的时候，包含要不要开放带骨牛肉，包含要不要开放30个月龄以下的，要开放哪些国家，事实上都有讨论。只是最后谈判代表谈回来的那个结果，最少对于国内来讲，朝野会先有个想法。刚刚提到水五金你知道其实在水五金这件事情，为什么他们担忧？我们现在讲具体的产业，彰化的水五金基本上外销的多。它去年的产值是566亿，可是它的出口呢它这566亿出口大概占70.5%，这75.5%里面有54.8%外销到美国去，所以对他来讲他有压力。为什么？刚刚淑慧提到一件事情是完全正确的，台湾有多少产业现在毛利率有20到25%的？当你今天跟他讲说这20%。他为了想要卖，好，你可以讲说不对啊，卖也是卖到美国去啊，也是美国人自己要吸收啊，川普会这样，但是对不起，水五金在台湾基本上是代工产业多，所以我们主要的竞争对手就是中国、越南跟南韩。那你现在韩国说我用这个方式带到15%，代工业就是这样，哪边成本低我就转单去那里了。所以他不会等到说你今天公布出来或怎么样，然后我就今天跟你等到说好，我跟你讲那个单早就先跑了。所以我觉得那个过程当中是为什么现在大家会觉得说，好，你今天告诉说是一个暂定税，我也觉得 OK 啊。暂定税率的概念是我自己的个人解读啦，可能最高是20%，可能最高是到20%嘛。那接下来就是换那个卢特尼克，哪一天换台湾也给我钱。可是问题就回来了，就是说，对于这个20%的这些有可能会冲击到的这些人来说，他到今天为止，他还在等待的是什么？等待的是政府一个不确定的说法，因为政府告诉大家讲说，我还没谈出一个确定的一个产值嘛。所以我其实还是这样觉得，就是说，对美国来说，川普是个商人没有问题，这个大家不会怀疑嘛。可是对台湾来讲，台湾有很多商人啊。那这种两极化的意见，也就是大家会觉得说5500亿到最后还不是我们全民大家一起要去承担的时候，那现在有一块不做美国生意的跟你讲说干我什么事啊？28就很好了，我需要再去换一个。刚刚连惠珍都说，我跟你讲，日本那5500亿，其实我跟你讲什么都没签，那到最后会怎样也不知道，没人知道。对啊，我觉得最可怕的事情，其实对我都讲其实有的时候的那个最可怕的反噬力量是因为来自于无知，而无知会产生恐惧。我无知没有任何贬义的意思，是因为没有任何的资讯。而到目前为止，我只能说，我们听到最具体的说法叫做暂时性关税。而对于那些实质上已经受到影响的产业来讲，它不是暂时，它是已经实质受到损害嘛？我可以补充一下就是我认同仁俊哥讲，就是说，尤其是不同产业之间受到冲击状况不同。大家会很大的担忧，尤其是可能会影响到它的未来的营收。那实际上整个卓荣泰内阁做了什么事，我也稍微讲。就今年是4月的时候，川普政府讲说可能有关税这件事嘛。那当时整个行政院其实是跟我们各个产业别，从就是农业、工业，然后各个不同的产业别，其实都有去做所谓的座谈啦。那这个座谈大概是这样，大家可以想象，就是说我们会知道。细节哪些产业开放，哪些产业不开放，这个比较难。可是有做到是说，比方说，假设说最后是几%，可能会冲击到多少，那未来要编多少来补助，这个谈有，其实各个产业都有谈过。那我稍微讲一下，实际上最后的状况会是这样。我们有一些产业别会在国际上面其实比较强势。举例像我们以前中部有一些是做特斯拉或一些电动车关键零组件的。
我就私下问他们说啊，实际上这个关税再高，你们会不会有冲击？他们完全不怕，就是他们说去那个绝对转嫁到别人，因为他们就需要用我的。可是我们有很多产业很中间的这些产业是会受这个关税影响。那我觉得到时候就是政府的这个关税的特别条例，我们实际能给他们多少帮忙，这个社会也会有给检视。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就是也是未来要面对的。那能够讲的尽量跟大家讲，可是有关于现在谈的细节，这真的就是没办法讲。这个差别就在于是我完全我认同你刚刚讲的啊，农业当时私底下开会的时候谈的是7项有可能会开放，当然可能性嘛，7项是具体有谈到的嘛，哈。其中里面包含美国来讲，它其实你看所有的资讯，它大概告诉你，它要求2项，一个是稻米，一个是牛肉。政府现在说稻米寸步不让，我愿意接受政府的说法啊，你寸步不让啊。刚慧珍讲为什么一年有6万4千吨的美国米进口，因为2003年我们加入 WTO 啊，我们一年对外的配额是14.4万公吨，美国分到这些。好，你今天说在7项谈的这个过程当中，其中稻米其实放在其中1项，那你今天告诉大家讲说我稻米寸步不让，其他6项要不要错？我觉得对那6项来讲，它会是冲击啊，因为你明白讲稻米，你不要担心，因为我不让了。那其他的呢？所以我为什么特别举美牛那个阶段？因为大家回去看一下，美牛那个时候，其实立法院是有很热烈在讨论，它是有一个热烈讨论的过程。当然，最后谈判的时候是没有办法就最后决定。最后决定的时候，后来为什么大家在朝野有一个共识之下，后面让立法院去通过？所以我其实觉得关税的这件事情，因为它真的有冲击太多的不同的想法，跟不同的看法。对于要不要再愿意从20%到15%，你现在去做一个民调，我保证那个做出来的结果，不是每一个人都会赞成你要去这样讲。来，范老师，政治学教授不应该只是单纯讲政治，因为经济，我说实话，这次的关税谈判，它一定跟政治之间的那个联动性太强。因为动辄就牵涉到每个国家，包括选票结构。我刚刚讲，对自民党来讲，因为农业县市，对农业县市跟他们之间影响很大。石破茂因为这个，他们中间那个选举，然后日本自民党对也大败，所以这些那对我们国内呢，你可以提供给大家什么样一些，包括国外以前发生的一些，包括谈判的那些过程，到这一次你会怎么看？我觉得从这个趋势来看，我认为川普他是个粗中带细的大家都觉得他这个人就丑陋了啊，就是大手大脚、出手出脚。但我觉得他其实是有细腻的一部分，而且他是会关注每个国家的国内政治情势。他不是完全从美国在看你们啊。你说看那个，像这个日本在7月7号关税是25%嘛，韩国也是25%。可是这2个国家跟美国的贸易的关系其实并不一样。可是为什么要一致？因为我们知道美日有历史情节嘛，而且会互相比较。因为今天如果韩国是24%。那左耳被骂死了，对，应该说左耳被称赞了，因为日本是25嘛，对，24或者23，但日本被骂死了，所以他还是有政治考量，就是7月7号大家都25%，你不要让你们日韩出现，因为日韩是美国的盟友啊，都有驻军啊，如果你们2个因为美国吵架，那对美国国家利益是不符合的嘛。可是你看，而且他也知道日本要在7月20号要投票参议院嘛，对，那大家刚刚讲过，石破茂不可能开放汽车跟稻米嘛，否则他的基本盘跑掉了。可是你看20号投完票，23号美日就达成协议了，说投资5500亿。我问你，这3天可以谈得成吗？所以我大胆认为，美日早在20号投票前就已经谈妥了。因为大家还记得17号的时候，财政部长贝森特说去什么大阪参加什么世博会、美国日，我觉得那根本是假的啦！参加什么美国日？他就是在做这个20投完票是20号嘛，他17号到日本，20号投票，23号美日谈成了，然后关税从25%降到15%，我觉得投票前就达成协议了，只是美国跟日本在演一出嘛。我知道你知道要硬，好，那我给你25%，对，表示我对你日本的惩罚。可是我在投票前就已经敲定了，大家让步的空间了嘛。同样的，他这个23号把关税从25降到15，他接着跟韩国谈，然后一直到31号谈成了嘛。韩国要投资3500亿嘛，所以我觉得他不是那么他的手段其实是蛮细的啦。他会在日韩之间平衡嘛，然后达到他最大的利益。那你说他这次这个对台湾有没有绕过大罢免？我认为有，因为大罢免前抛出这个关税，我跟你讲了除非10%，那就不可能嘛。我们15%也有人骂啦，20%也有人说啦，
25%更有人要更会引发台湾的政坛的这个大风大浪嘛。所以我觉得美国也知道台湾的浅盘型的这个社会，他就是拖到这个大摆案结束啊。我也不认为台湾跟，但有人说是因为有跟这个232条款扯上关系，所以谈判比较冗长。但是事实上我们跟美国的贸易的复杂度不会比日本高啦，对不对？我相信，对，我觉得日本比我们复杂多了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当然跟大罢免是有关。那第二个当然接下来，但我觉得这政府必要时候还是要释放一些讯息给大家啦。你知道那个以前那个死刑犯三审定谳那个孝哥最知道啊，每天最怕就是早上5点钟，有没有那个法警走过来？不是，这跟我们谈判有什么关系？因为他不晓得哪一天被枪毙啊，你知道吗？那种恐惧感，那才是最害怕的。如果告诉你说你哪一天要执行枪决，他可能心还比较坦荡一点，就不晓得哪一天被。那范老师，你怎么去权衡？包括冠廷刚刚讲的谈判有一个保密协议，因为赖总统那天的记者会也是讲，因为有保密协议叫什么？或是赎回跟任俊刚刚讲说某种程度要不要让国内知道一些的进展，这两个中间你觉得怎么去权衡？的确很难啊，因为我们知道，其实在这个日本在这个23号投票那个产生贸易确定之前，他也很难有具体的说明嘛，因为谈判本来就是你与我尔虞我诈嘛，大家都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底牌嘛，才能够博弈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情况之下，我觉得当然台湾不太可能释放太多，我只能说在可能的范围之内，好不好？可能的范围之内，但是谈判本来就是一定是要保密的嘛。但是你现在看一下，就是真的是几家欢乐几家愁啦。现在这个很多人说为什么不买车？那等着特斯拉进来啊。对，如果特斯拉进来，等关税下降，那个做充电桩的不爽歪了嘛？对，台湾每一家每户都是这个充电桩，对不对？大家都等特斯拉嘛。还有在想什么？在美国制造的宾士，你看这两天那个代理德国的宾士的股价就下滑了，因为美国在这个宾士在美国有设厂，BMW 在美国有设厂这个日本的 Honda 什么都有在美国设厂到时候他们卖来台湾的车的价格绝对比德国进口还便宜。OK， 所以大家现在就这个就很紧张了。还有人说未来这个什么这个虾仁炒饭会变成龙虾炒饭，美国波士顿龙虾进口很便宜啊，立刻升级，虾仁炒饭变成龙虾炒饭，立刻升级。然后卖我们100块吗？对然后现在还很紧张是什么？那个代理那个酒商做那个，我们到台湾是全世界这个进口这个苏格兰威士忌大概是前2名，还是前3名。那问你以后美国的波本威士忌进来，对，这个价格跟矿泉水差不多，那谁来喝英国的，对不对？但有钱人还是可以喝英国的，对，这就很多。潘老师你都想好因应策略对，我还为国家尽一份心力。对，现在还想讲说，这个现在连摩托车都受影响了，大家讲说，这个会哈雷进来了，以后就不用再骑这个小绵羊，大家每个人都骑哈雷，在路上对，小绵羊是我们本土产业，所以你这种就不行。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真的有的人觉得有机会，但是有的当然就会造成很大影响，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还要发什么普发1万吗？我认为民众会理性想啊。刚刚讲那些水舞金，你觉得这个跟普发1万之间会有这样的联动？当然啦，因为这些水舞机这些产业，它有这么多劳工，对不对？那我们今天如果说每个人发1万，就等于跳到把钱丢到水塘里面去嘛，你能产生什么涟漪效果吗？但是这2300亿如果省下来作为这些水舞金业者的专案补助，那就很有感嘛。对，来说这跟你们普发1万会有这样的牵连性。如果说执政党真的像范老师这样天纵英明的讲说，在立法院有讲说，不要发，我们把它当做水舞金的这个补贴的话，那早就提出来了。也没有啊，民进党在立法院只有反对，他送进来的特别条例里面也没有这样子分配嘛。对，所以那900多亿没有不给啊，也没有像范老师说的是3000多亿的用来作为关税的这个因应的嘛，所以那为什么不这样子想呢？如果这样想的话，国民党可能会觉得说，对那不如拿去做关税。可是你们也只分配了900多亿嘛，超收了4、5千亿，你们也只分配了900多亿。那国民党那时候一直说900多亿够吗？900多亿够吗？这句话我想大家也听过很多次哦。那之前呢，为什么在不约而同在这个时候也没有什么金融风暴，也没有什么这个经济的这个衰退之余，为什么日本、韩国、新加坡在这个时候都要发现金？我认为有一个就是要因应关税的问题，就是如果当我出口贸易受到冲击的时候，我可不可以用内需市场来弥补？我举一个例来说好了今年因为台币升值的很厉害，然后日本
日元跟韩元这个贬值的很厉害，所以今年的暑假台湾的旅宿业非常的惨哦，订房率都不到70%哦。为什么？出国去算较俗啊，去日本玩比较便宜啦，台湾的这个饭店太贵了啊，所以你内需市场，你不管是汇率的问题，又或者是未来关税的问题，你连带的不只是影响到我们出口，还会影响到我们的内需市场啊。就像刚刚说的，我不再买草虾了，我要买龙虾。好，那这个时候不要被范老师影响，不要这么瞎。因为我个人蛮喜欢龙虾的，因为我个人蛮喜欢龙虾的时候，眼睛为之一亮哈。所以我觉得有时候这个还富于民也好，是为了要刺激内需市场啊，就跟我们疫情的时候去发这个6000块的概念是一样的。有时候我们希望的是刺激内需市场，来平衡外销市场的冲击。在外销市场还在那边波澜不定的情况底下，有没有可能借由这1万块去刺激内需市场？那民进党如果有更好的方法可以去刺激内需市场，也可以，你就在立法院提出对案。但现在比较麻烦的是，我们的执政党变成说在立法院变成是反对党，不是执政党，就是你都不提出对案，你就是反对。你可以提出对案嘛，大家来谈嘛，但是你永远都是反对，你变成反对党，不是执政党。不是有提出啊，就是那个台电的部分，我是认为应该要补贴，尤其是你如果说真的贸易战这样打下去，是我们那个比如说水五金这一些，或者是一般的厂商，然后或一般的那个小吃的，他们一定就会变成受到一些冲击嘛。比如说水五金这一些，或者是一般的厂商，然后或一般的那个小吃的，他们一定就会变成受到一些冲击嘛。比如说，我觉得那是一环一环的啦。比如你刚刚讲，就是现在目前为止会受到25%的工具机啦，水五金，他们这也都是很多人10-20万的工作人员，那这些人收入变少了，那大家是不是消费力会变少？那我会觉得你这个普发1万，我们也不可能每个人回家去买一包螺丝，那能干嘛？我觉得应该是要把，就是因为面临到这样经济上的一个风险，所以是不是可以？我觉得电价这个部分是对于厂商来讲。是一个还蛮重要，不管是消费性产业，还是以那种水五金这样的产业，电价这个部分，其实如果可以让他们不要有涨价这个幅度的话，我觉得是会比普发1万块这件事情，对经济上的一个贡献度或稳定度是来得更大。来，龙虾大王，还有哈雷大王啊！但是所以我说，卓院长看本节目，你现在会受到歧视。把那个每人普发1万的2300亿嘛，对不对？去买龙虾，2350亿，2350亿改成水五机、工具机啊，还有这个所谓的我们的这个汽车零组件特别的这个所谓的补助的条例我就有特定产业了嘛。那这些产业的从业人员也会觉得放心嘛。那你就不用再把那1万块就随便普发嘛。我可以问一个前提要件，冠廷是1万块确定要发吗？因为总统是已经公布总统已经是公布了这个，然后卓奎讲说适当的时机要释宪。今天又传出来说是不是会有所谓的排富条款这些？但是有一个因为很多媒体写这个的写法都不太一样。政府有确定要在10月底以前发每人1万吗？太感谢5哥，让我完整可以说明。这件事情是这样程序很重要，因为讲清楚程序才可以知道怎么样拿到钱。现在不过在讲之前，我先回应一下龙虾，就是那个最近我们外交单位在努力推贝里斯的炒虾，好不好？白虾，白虾，好不好？这个推荐一下贝里斯白虾，好不好？龙虾比较过瘾，不重要。好，回来，就是这个为什么现在1万块这件事情现在讲法这么多？我们程序把它讲清楚，立法院通过。对，那看来各界有不同看法，国民党立委认为没违宪，那有很多学者专家立委认为违宪。那送到了行政院、总统府等，后来行政院决定不提复议，这是对立法院的一个尊重。那总统他依法公告，可是因为有人认为这个案子有可能涉及到违宪，所以总统同步把这个案子送交大法官来释宪。所以这案子什么时候可以拿到钱？大法官释宪如果没有违宪，当然就可以发钱啊。那可是现在大法官人数很多啊。对，所以冤有头债有主，为什么没有大法官？好，这是这一条途径嘛，就现在没有大法官嘛。可是这是宪政，我跟大家谈宪政，你不可能台湾这么多人认为这是违宪的，而且过去在国民党执政时期也有类似加发钱的事情的决议，后来发明违宪，所以总统部分他已经做了他的责任的，他公告了，
送大法官释宪，那大法官宪法法庭现在没办法这个成型，但是现在有些民间的要释宪的案子，有可能会让他宣告没有大法官这件事情是不是违宪有疑义嘛？所以我们去解了。我想这一关就让他宪政走，好，那回来那怎么样可以拿到钱？所以现在大家务实的有提2种做法嘛。第一种做法就是行政院现在在提新的这一个条例，就是因应条例，我把刚才一起回应完。900多亿的这个因应工商的冲击，是今年4月份的时候的评估，跟大家谈完。那当然国民党跟很多人都认为说怕是不够。我很负责任跟大家说，就现在因应新的关税跟可能最后谈的结果，行政院这个会有新的数字。所以举例，也许最后会说的国民党建议也很好嘛，这具体的假设就提高，然后各个产业能够多给补助。第二个部分，有关1万块这件事情，我大事大发讲清楚，就是。本来在没有国民党的立委讲1万块之前，谁的内心深处就想被拿这个1万块？大家心中就撩起来了。每个我今天也在算，哎呦，我跟我太太跟女儿也3万，对不对？每个人都想要，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就想要了嘛。那卓奎跟整个团队就要去因应这一件事情人民需求。那现在他有2种讲法哈，我也坦白讲，党内我们很多朋友在聊，这不是禁政策，但有2种说法。一种说法是说，原则还是要守住，就是。不应该发给不需要的人，比方说年收多少、财产多少以上，我们就排付。但有另外一种说法哦，什么排付？我缴比较多税的，难道为什么不给我这1万？我缴这么多我一年缴上千万的税，怎么1万都不给我？也有。那这2发也有第3种说完全不能发，反正我们就等看卓奎最后怎么处理哦。那你要我猜，我认为会往大家比较想要的方向走了。普发就是发，我觉得就他再怎么发我不知道，因为。就大家已经被撩起来了嘛，对，这就是变需求了嘛。但冠廷刚讲说，这次就是由行政院来编，对，就是依法，就是因为立法院那个既然反正已经送了大法官，对，要遥遥无期。但大法官没有，大法官如果说这是合宪的，我们当然只能依法执行啊。当然，对啊，这是我们是宪政国家嘛，要等他开了庭，要等他人开庭嘛。所以如果大家想早点拿1万块，请。各个立委们不要再等大法官。我终于听懂了。所以冠廷的意思是哈，或许可以普发1万块。但是这个主客方要议位要由行政机关来提，不应该由立法机关来提。立法的要看大法官有没有违宪，因为这2种说法。因为国民党一直跟大家讲没有违宪嘛，没关系，大法官是有一次，但是卓奎显然认为他是违宪的嘛。不是，卓奎如果违宪会复议。对。你要知道啊，我们没复议哦，对，我们总统签署了哦。可是台湾是个宪政国家嘛，我们是中华民国是走宪法的国家嘛，这么多人认为可违宪，他显然认为他违宪，我们要让大法官解释这么违宪。我多想要发这1万给大家，对不对？你们立法院也通过了，可是我们不能做一件违宪的事啊。没有，由大法官来解释有没有违宪嘛？对啊。第一个，所以会释宪。对，其实坦白说啦，我个人也不反对排富啊。现在不是有一个最新说法，但是民进党可能要先解释。为什么当普发6000是民进党提的时候不排富，当现在1万块的时候变成要排富？这都有讨论，这是第一个啊。那第2个，刚刚回应排富也不是既定政策。刚刚回应刚刚那个慧珍姐说的，如果说1000亿补助台电以后可以再换取电价不上涨这件事，对于我们传统产业可能也是很大的帮助哦。这个是国民党有提过的啊，对啊，附带决议动涨电价，但是经济部拒绝啊，就是我钱要拿。但我不承诺你不涨电价，那到最后不是肉包子打狗有去无回吗？因为过去3年的经验就是台电拿了补助继续涨电价，所以我觉得慧珍姐讲得很好，我们现在要帮助传统产业在关税战的冲击底下，那能帮他节省的成本譬如说电价是成本，那如果我答应补助你台电1000亿，你这3年2年也好都不要涨电价了因为把民众超收的税拿去给你，那你就不要再伸另外一只手再去跟民众涨电价。淑慧，请问一下，经济部拒绝啊。我跟补多。再来，我还没讲完。再来，我觉得民进党现在也让我有一点跨博就是卓荣泰要把这个考虑要把这个条例拿去提释宪嘛但是民进党在地方的议员都在提地方的县市政府要发钱，我提对16000。那你们到底是觉得有没有违宪，或是你们觉得民意代表到底能不能提这个呢？还是你们觉得你提了我也要提？那你们先民进党内部先一致立场好不好？如果觉得民意机关不该提，你也要以身作则啊，超棒！所以我难得跟你要讲我刚才补这一题啊，你刚好提到这一题，你们俩有共识，对，有共识，这个就是现在有趣的地方。因为国民党立委一直认为提发现金这件事情没有违宪，那我们也是民意代表，我现在在地方议会提案，那国民党执政的县市就不要讲我违宪了，我没有讲
你违宪，现在讲违宪的是中央派啊。我现在问题是我连提案发16000，还有那个桃园提发几千，台中发提5万。啊！你们现在全部都反对啊！不过我的意思是说，第3条途径，反对原因不是说违宪哦。三个途径，我现在讲，我具体，因为大家不想听过程，想听怎么拿到钱嘛。第一个途径是这个立法院的这个案子，后来大法官认为没有违宪，那1万就得发嘛，因为总统公告了嘛。第二个途径，那就是卓奎他提出的新的版本里面有把普发现金不然有排付没排付，当然的。第三个，现在各县市如火如荼在做，地方政府马上可以做，我们议员们。提案发现金，地方政府来做，赶快发，马上发，快速发，对不对？我提了，赶快发侯友宜。我反对这件事情，但是前提是啊，第一个，统筹分配款要先按照新的财划法裁员下来。一般补助款跟计划性补助款现在不能扣课，否则我们仰赖的是中央的补助款，我们的税收超收其实是一点点而已。你大的钱不给我啊，你小的钱又叫我要发出去，那大的破洞我拿什么去补？这是第一个。还有为什么其他国家都是中央发，而不是各县市各发各的？每一个地方的财政状况是不一样的。我想问，高雄市发得出来吗？台南市发得出来吗？他们是发不出来，他们没有税计盈余，也没有什么超收，所以到最后他们就要苦哈哈的看。为什么国民党执政的县市发得出来？可是这也不是公平的。可是如果中央发的话，那就是不管各县市的财政状况怎么样，像你们过去常常讲，超征税收叫做经济成长的利益嘛，经济成果全民共享。这个是很合理的，但你现在变成各县市看自己财政治理的状况好不好？哇，各县市有分哦，谁幸不幸福哦？大家知不知道，中央还要求我们每一个县市，连社会福利都要齐头式。好，来，不能因为我财政状况多了，我怕再讲下去，人家会以为我们现在在做财经电视。OK， 对，财经电视，你要再讲，下次再回来，下次再回来。OK， 没有，新竹县最近那个普发65岁以上都普发1万。新竹县有做，我们就改成钱面对面，财经面对面。那问你，请问一下，好，刚也讲到台南啊、高雄啊这些地方，我讲，因为这次的那个包括大水啊这些，台南，然后嘉义、甚或高雄，真的非常惨，然后包括救灾这一件事情，又引起大家很多口水。请问，你们代理秘书长是何伯文吗？代理秘书长对。那伯文这次下去救灾这些，为什么会引起这些包括很多不同的一些事？我从事实来描绘哈。就是说，之前指着民众的鼻子说你去救灾啦，几个礼拜前是国民党的台中市长卢秀燕，以及很多国民党的人在面对罢免的时候的态度。那其实726结束之后，刚好在这段时间，就是中南部有非常多的灾情。那我先讲，就这一次的灾情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先前情提要一下，严重到什么程度哦？我们在北部的时候，常常有讲一个叫防洪计划，会讲说什么几百年频率。对，比方说200年频率什么意思？500年频率什么意思？200年频率的意思就是200年会发生一次这样规模的一个水灾，会降一个这么强的降雨。这一次我以台南有好几个乡镇为例，台南的安定区3个小时下234毫米是500年频率，就是500年才有一次这样子，所以。我说实话啦，就是我们到底编了多少预算给中南部的治水？其实这几天很多风向，我看的是真的非常难过。王宏威、黄国昌带头造谣啊，说哇编了那么多预算给你是打水漂吗？然后那个治水预算啊，可以认真去看双北的治水预算，我自己是台北人，双北治水预算这40年来拿了上千亿的治水预算。那中南部真正的治水，2006年开始认真做，这20年的时间。台南跟高雄大概都只有几百亿，不到双北过去几十年做的一半。我跟你说，我们应该要多给中南部这些其实基础建设比北部来的缺乏的更多一点支持。我们应该要多给中南部这些其实基础建设比北部来的缺乏的更多一点支持，不要在这个时候还做政治攻击。这第一点我要讲。第二点是，好，那当我们何伯文代理秘书长下去之后，特别要提这张图。这张图在网络上面疯传，我自己的社群平台上传的这一段影片，按赞上万人，留言加分享几千人。有趣的地方来了，我的同仁因为 PO 了这一篇。
跟真正的网军作战了超过12小时。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你们想想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就一个党的代理秘书长带50个人去做志工，这样子一件事而已。什么叫网军？网军分3阶段。第一阶段来，那个照片呢是假照片，但是是真人，然后留言是繁体字。第2阶段，照片变成是那种 AI 生成的照片。第3阶段变成写简体字。你知道大家这是要什么意思吗？他的账号被我们耗损了嘛？他网军来留言，要洗版，而且是有系统的，这是背后有公司、有集团、有团队的。那为什么要特别洗这件事？我觉得很有趣。5哥，这有什么好攻防的？你们国民党讲说你们去救灾了，结果民进党的党工真的去帮忙。你说这些帮忙是什么？我认为是个态度展现。你说无论是林俊宪委员、郭国文委员这几天在台南，你说送便当什么，里长的需求，然后就去尽量帮忙。发挥一个你身为民意代表也好，还是公民，还是说是一个党政人士的一个精神，能够尽量帮忙就尽量去。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好骂的，所以我回来讲，我觉得是因为何伯文这全身泥泞去挖台南的这个水沟，其实对照起很多蓝营执政的县市，他们在面对灾情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好像没有这样100%面对。我举例，比方说，我觉得韩国瑜是相对之下比较战战兢兢的这个是在7月31号晚上。就是他宴请很多就是躲过罢免的立委，这个照片大家有看到。那据媒体写出来的转述，就很多人讲过什么什么无敌星星啊，然后等等等等。而这一些立委或这一些人，你看他们在这几天有灾情的时候，继续在进行反罢免的状况啊。这在哪里？一样有灾情的台中，在杨琼英的选区，包含台南的谢龙介也到现场。我们就对照一下好不好？我小弟，我本来今天、明天、后天。是答应台中第3选区、台中第8选区跟南投正在接洽中要去帮忙罢免的活动。我个人就是直接跟他们讲说，因为最近这灾情，我们可能先把它取消，等后面比较状况比较好一点，我们再去。可是国民党没有国民党在这一天的参叙完，我看媒体的标题就是写说，他们认为接下去823这一场战役一定要把它打赢。那我觉得这就是对照。我本来不用去讲这个事情的，可是为什么他们要去攻击这何伯文这样的行为？因为当时。身为行政首长，指着公民的鼻子说：“你去救灾了。”就是台中市长卢秀燕。来，苏慧，我觉得在这一次的罢免726一结束以后其实国民党是率先提出来说，要不要先救灾跟先处理关税罢免的事情不要再搞下去了。当然，我们知道罢免已经成案，就不可能撤案，但是执政党可以不要再搞下去，不要再去加码。但是上个礼拜3的中常会，赖清德他宣示了，就是继续与公民同行，而且柯建铭出来怎么转述？柯建铭出来转述8个字：背水一战，精准罢免。所以到底你们继续精准罢免，你们要背水一战，然后你们是执政党，反过来跟在野党说，你怎么可以反罢？你为什么不去救灾？你不罢我，我就不用反罢；你不打我，我就不用党防御啊，这个不是很自然，所以很多网友才会在下面说：“你有没有搞错啊？是发动罢免的人跟反罢不是哪一个是先，哪一个是后，因果关系是怎么样？你打我，你还要说你怎么可以挡？你为什么要挡？你就让我打个开心就好了不是这个样子那其实国民党也有很多人看到何伯文这样子全身泥泞去救灾是肯定他有做事的一个副秘书长，堂堂一个副秘书长这样下去，对。但是想请问一下，台南淹水淹多久？为什么非得要到726之后这个何伯文才要下去，才要这边挖土？那也有网友开玩笑说，那是说林右昌都在忙着罢免吗？因为台南不是这几天才开始有灾情，事实上是726之前。那何伯文今天有做事，代表什么？代表之前的事情没做完，让他有做事嘛。台北也经历过水淹台北城的纳莉水灾其实每个县市都曾经经历过很惨痛的水灾第一个，你水泄的速度是怎么样？第二个，淹水后你有没有开始非常小心心的去治水跟防水？这件事情是你有没有年年淹可以作为证明的刚刚那个冠廷说，双北在这20年里面拿了1000亿的预算。我告诉你，我从立法院的预算中心去查到，从2000年到2024年，24年之间编了4400多亿的治水预算
绝大部分真的都是拨给中南部，不一定只有南部，还有中部哦，像南投这些山区的哦。所以中南部大概拿了大概3000亿以上哦。那我们没有说啊，你拿了不该拿什么的，但我们只希望说你的淹水状况要越来越好。可是有很多是基础设施有没有做好，譬如说，直到现在去清很多侧沟出来的时候，还会清到侧沟里面有什么树根、有摩托车、有什么。其实有一些错是不该犯的，有一些错跟你有多少治水预算是没有关系的。OK， 可是任君这次说实话，因为那个雨量真的是大到让大家觉得，好了，你不敢说200年、500年或者什么，因为下在尤其集中下在中南部，你说台南、嘉义所有那些，你光看那个雨量都会那头皮发麻。而且你看这2天开始，台北也有下局部性的阵雨，那一下来就淹水。对。所以其实我觉得，因为一开始救灾的这件事情跟政治被绑在一起啦，所以你看那个时候在726之前，只要有被问到罢免的议题的时候，蓝营的大概一概的说法都会说，那你们为什么不去救灾？那等到726之后换中部了，换有蓝营执政县市也出现淹水的时候，那有一些政治人物就回来反说，那你为什么蓝营自己不去救灾？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可能对詹民来讲，他确实真正感受到的是，其实你说何伯文的那一个，我看到有些人的批评是这样啊，认为说你一个党的代理秘书长需要自己去挖吗？我看到蓝营今天还有人在讲说，那个开那个小山猫嘛，然后就是这样。那我想你如果实质上就会知道说，现在为什么有些人会期待中央应该给予协助，是因为你如果只有单一县市的话，可能你要在机载具的部分你要调度是比较简单的。但是如果现在以中南部很多地方，我昨天前2天参加一个同学会，然后我有一个同学讲说，他们就住在那个南投那边，他说那个草屯有些地方啊，你看不到，为什么？因为记者也不会进去拍。他说那个水其实已经淹到这个地方了。当然我不是讲整个草屯都这样，他讲特定地区了啊。所以为什么会觉得就是说，中央在这时候有没有办法集中给予协助？因为机具的调度以前就为什么卢秀燕那时候会讲话这么大声？因为你那时候只有单一的，比如说台南就是嘉义，那我台中有能力去帮你做协助嘛？那现在台中还有多少的能力说，我也来去帮，我来帮你？他可能都需要别人帮忙了。所以我觉得对于很多灾民来讲，看到何伯的那一个，那我们会反问一句啊，你怎么知道那些协调工作他没有做？你看到的只是他在那里挖那一个。那也有人讲说何伯文身体也不是很好，因为大概有一些这个身体的问题。那他也愿意去做这件事，你在网络上是在讨论什么？你知道吗？这件事情我就真的觉得匪夷所思了。还有网友讨论说，你民进党的下去，为什么那个背心不穿绿色的，穿橘色的？你是要帮亲民党打广告吗？你知道，就是政治的言论居然在救灾的这件事情上面，成为大家热烈去讨论的话题。那我真的只能讲，就是说。我们自己也有朋友，他其实现在这家里面其实就是积水。我们今天参加他同学会，有人没办法来，问他为什么，他说问的水的，因为处为应该呢，我是怕他起啊就对他们来讲，他们其实真正希望的是，其实老实说，你去骂这个政党做什么这样，他没有用啊，因为那也无助于解决他现在的问题。OK， 所以我反而觉得有一件事情那一天政院在跟那个张启凯，为了中央要不要成立什么指挥中心还是什么救灾中心这样。大家在那边争论说这个我看到行政院发言人特别强调，就是说以前地方县市的部分是没有中央在成立的。我理解 ，OK， 我也接受。但是现在整体的状态，如果大家去看那个图嘛，去看那个云雨图嘛，那你看到多少地方是紫色的？那天还看到紫到有黑的嘞。那对中央来讲，这时候要不要去花那个时间去回应一个立委说，你怎么不设这个？你设得太晚。我老实讲，这就是我们在谈论从刚刚到现在，是政院在你可以掌握的范围里面，你第一个给了多少资讯，第二个是你回应的速度有多快。对不起，我讲的回应速度不是嘴炮的速度不是大家在那大吹高太容易了范老师，如果真的讲，可是因为823现在就是时间就定在那嘛，就是有7席要罢免，现在对大家来讲，现在都是进退之间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吗？可是因为要被罢都是蓝营的。所以蓝营当然就是他们还是要反罢，然后有什么？可是对罢团来说，现在那罢团当然就是要罢免。说我今天还有看到讲说，那罢团都前进到南投啦或什么这些。可是民进党呢，现在就是民进党的态度，现在到底该怎么办？这些因为823它就是个政治议题嘛，
罢免当然就是个政治议题啊，那怎么办呢？我会觉得就是说，当然民进党是说跟民团、罢团走在一起啊，但是我认为其实这个要罢免，第一个大家可能还是更重视的是怎么救灾哦，所以这时候操作这个罢免，我不觉得他会得利啦，啊，因为你这个时候大家都要共体时间嘛，那你还在那边啊，还在那边宣传3阶投票什么东西。反而效果不但不好，甚至会引来很多批评啊。这个时候还在搞政治。当然，我要说，是不是因为天灾保佑了国民党这几个立委？我不知道，但是所以现在这个时机谈政治真的是不合时宜了。那第二个，我会觉得说，大家会觉得，当然这是台南，刚才冠廷讲到，他台南这的确是平均500年的这个所谓的频率嘛。哎，这个与500年是什么时候？这个应该是从明朝开始到现在，对，才500年嘛，对，就500年从明朝从郑成功来台湾到现在的平均雨量都没有这么高，那的确是很严重，安定，对。所以你看，光是我们北基有这么多的什么原山红的什么治水工原山死根红，那是从1980年就做到现在，花了1800亿耶，对，他只能够防卫200年。就200年平均值可以。如果这个雨下在台北，我保证台北是淹大水。因为台北只有200年哦。所以我觉得，当然你说不管怎么样啊，这个是很难的，然后淹那么大水，然后台南也是腹地很广。但是说实在，刚刚讲过，台北是从1980年到现在花了1800亿，啊，到平均1年是40亿啊。其实工程很多大概5年前就没在做了，但我说到现在算比较宽嘛。一年将近40亿，台南是只有从2006年才开始做，等于阿扁上台之后才发觉我的故乡不行的，到现在为止19年，花了415亿，一年只花21亿，21亿跟40亿一半，所以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时候说会淹大水，当然前因后果都有。过去的防水的计划不行，那这个要怪到那以前国民党不重视啊，只重视台北，只重视北基，因为是首都嘛，南部根本不管，这个当然是原因啦。那现在大家看的是你怎么样弥补？那大家觉得是为什么是台南呢？那台南台南市长这个黄伟哲也干了快16年那台南市前市长是我们总统台南市长这个黄伟哲也干了快16年那台南市前市长是我们总统台南市现在6席立委全部是民进党的，要资源要各部会下来提供援助，应该是各个县市里面大家最羡慕的。可是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大家觉得当然他有他的困难，但是大家会觉得跟常理判断有关系嘛所以我会觉得就是说。如果有更多的资源下来，例如说是不是有更多的国军下来？因为前阵子因为是汉光演习，那大家觉得，因为去年也是因为汉光的演习的时候刚好台风来，结果演习暂停救灾，前年也是，因为我们汉光已经有2年都没有真正推，所以你说今年因为台风，你看那个台南那个电线杆全倒，大家也不忍说叫什么工兵部队去啦，让通信部队去，因为大家觉得真的已经2年没演习了，再不演习不行所以大家是理性看待嘛。可是当演习完结束到目前为止，国军也休养了差不多了，是不是有更多的资源下去来解决燃眉之急？所以说何伯文，我不是要讲不要去酸的啦，这个国民党你好歹你连胜文下去给我挖，连胜文你是我们台南子弟对不对？你要不要下去挖一下？不要讲那些站着说话不腰疼啦，没有人想去挖那些东西啦。所以我觉得说什么作秀啦什么，那我问你，这个卢秀燕。当时去台中看灾，那个妆还画得很好我说怀疑他是哪一个品牌的化妆品，雨打下去都不会妆都不会花掉。那他还不是一大堆媒体在采访，所以我觉得真的这时候不要这么我补充一下这边大概救灾经验最多就是我。对我军人非常多。我从救灾还没有列入国军主要任务之一，我就开始救灾了。台南我去救灾过，那时候台南还没有升格，还是县府时代。你知道那个救灾的第一时间那个民众的焦虑跟所谓的怨气会直接反映在救灾的身上，他直接跟你抱怨，他不管你是军人，你是救难队还是地方政府，第一件事跟你抱怨，你怎么现在才来？不是淹成这样。最有名的应该是马前总统对，在那个救灾过程，你怎么都看不到你。对，那是
我不管你是总统、将军或任何人，我就觉得你们应该要照顾我的，你为什么这时候才来？我们的部队接获地方淹水，我们去救助。我们那个中型战术轮车开过去，都已经连战术轮车那么高，都差点过不去了。老百姓见到我们第一面，不是跟你说谢谢，怎么现在才来？我们都可以体谅。为什么？他痛苦。我们来的再快都是慢。可是我告诉大家，救灾永远3个步骤在循环。真正的现在我们在做叫复原，复原是最短的时间。真正救灾是从应变、复原、重建这3个循环不断的在做。什么叫应变？包含了之前的治水、预算投入、改变，让水道能够离开人住的地方。这个应变是最长的时间。应变不是只是开设指挥所而已哦，前面的治水都叫应变，中间的复原是最短的。这政府动用所有能够使用的民力物力，让人民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可以恢复基本的生活需求，就这段叫做复原。后面还有重建。如果你的房子坏了、倒了、塌了，要重新建，然后堤防垮了要重新来。所以我讲，一个政府每次面临到了重大的天灾，绝对一定挨骂。不会加分啦。我遇到天灾加分没有，都是扣分，都是被骂。可是重点是你的态度。所以我说，你说这个民进党的这个代理的秘书长何博文去个救灾，如果是民进党自己把那个照片抛出来，然后开始宣扬，那叫笨蛋。那如果我据我所知不是啦，我也去问民进党朋友说，你们怎么那么笨呢？这何博文知道你抛出来干什么？他说没有，不是他们抛的，是别人抛的。他真的去帮忙做，是别人抛的。那如果这样子的话，我觉得大致没有这个必要了，因为你说各政党。我们去救灾部队，你说民进党要来，国民党要来，什么要来？我们的做法就是来乱什么？我们经过训练的 ，OK， 我们知道整体怎么做。你来，那我们通常会分一个区域，让你们去做嘛。你把它做完，做不完还是我们部队在做。所以我才讲，救灾是一种态度 ，OK， 救灾绝对不是一种作秀。那如果各政党觉得那这样子不好，你也去来。那如果这样，会长，可是这毕竟823就是在那个眼前。发生了这样一些天灾，各政党之间的态度到底会是怎么样？因为同时在这个地方交错着。那因为赖清德总统那时候在民进党中常会不是讲说霸区跟灾区，然后要2线啊或者什么什么。国民党针对这个也有讲一些，可是726以后，某种程度好，当然国际政治之间，包括你像小笠原欣幸也有讲一些。对民进党来讲，726这一场某种程度来讲，它是不是一路会影响到？不要讲823了。再来就2026，再来就是2028。那这些所有展现出来的票跟年轻人跟所有阶层之间的态度，未来会有怎么影响？可是726以后。某种程度好，当然国际政治之间，包括你像小笠原欣幸也有讲一些。对民进党来讲，726这一场某种程度来讲，它是不是一路会影响到？不要讲823了，再来就2026，再来就是2028。那这些所有展现出来的票跟年轻人跟所有阶层之间的态度，未来会有怎么影响？我跟你讲，我觉得你说灾区这个东西是天灾，大家会谴责一件事情是说这个台风啊是6月丹纳斯还丹尼斯是7月6号还7月7号就来了，那7月26号罢免之后，才看到什么国军比较多的一些相关的讯息出来，所以我认为你包括我们正传媒还有明岛电子报的一些民调，你都会发现，其实包括高雄跟台南，对于赖总统的一个不满意度，其实也已经好像快要50%了。那你会想说，怎么他们又没有罢免区的这个问题，为什么会到快50%？因为当时在罢免的时候，台北是罢免的一个热区，但南台湾在水深火热的一个灾区。我觉得那两相对比的，一个非常好像很欢乐、很开心要罢免，然后那个就罢免是案；另外一个在水深火热。我觉得那一个的画面，或者是那样子的一个，是会让中南部比较有开始对赖总统的执政产生比较大的一个不满意度的原因。来，冠廷最后回应一下小笠原欣幸事情呢，说这一次726的投票，对于民进党来讲的话，包括2026、2028，是不是都会有很大一些的影响？因为对你们来讲，包括年轻人，包括各方面，他可能会根本不愿意出来支持你们。或刚才慧珍讲，你们对于这个有警觉心吗？我觉得要很审慎面对，就是无论如何，我们是执政，就是等于说第3届，对，第3届。
那对于多数年轻人，我们其实内部也非常多的讨论。一个如果2000年出生的年轻人，现在是25岁，他多数的人生时刻是民进党执政。一个年轻人刚出社会，我自己刚年轻出社会，因为2000年到2008年也是你们执政。一个年轻人，我们刚出社会的时候拿2万多块薪水、3万块薪水，然后日子过得辛苦，然后租房子有压力，各种，你一定会对于政府之间是会认为说没有照顾好你、保护好你。那这个要怎么办？除了概括承受，就是只能做得更好。我觉得最后是这样子啦，就是说台湾的主体性，把台湾的国防、自由、民主顾好是一件事，可是这已经不是变成拿选票的必要的一个。就是必有的一个方式，而是把国家顾好以外，我们要能够证明我们能够给年轻人更好的未来。来，淑慧，来最后1分钟。其实我们国民党比较没有资格去检讨民进党在失去年轻支持者的这一部分，因为国民党一直在年轻支持者的这个开拓一直显得非常的疲惫啊。但是我必须要说的是这25年来这个民进党执政的17年他拥有很多执政的资源。然后他也被台湾人认为是台湾人的本土政党，被认为是比较年轻人支持的政党。但是从2000年到现在赖清德的执政，除了中间蔡英文真正突破50%的这个天花板以外，到现在民进党的支持度还是退回了40%以下。那民进党可能自己要去想一下，不要以前一直在说以前国民党执政怎样，以前国民党执政怎样。我要再次强调，这25年民进党执政的17年，25年已经1/4个世纪，也够长，够改变够多的事情了当然，国民党自己有很多问题要检讨，可是执政党每一年掌握2-3兆的预算，每一年掌握2-3兆的预算那到最后，你的选票基础，你的支持者为什么没有办法拓宽？而且你年轻人流失了这么多那这个确实是执政党要检讨的那国民党有国民党的问题，民进党有民进党，可是最终我们希望的是说我觉得两党有时候真的要坐下来谈OK， 这就是为什么726之后。卢市长说要修复裂痕，然后很多事情坐下来谈我觉得可以坐下来谈。OK， 老天爷，第一个老天爷帮忙吧，不要再这样下了，好不好？能够尽快因为当你不要这样下，我们的救灾有很多事情要往下走。当然，你就算下了，我们还是要想办法救灾。不管各政党之间，大家苦民所苦，先把灾民所有这些事情列为第一优先，看到底该怎么办。希望呢，第一个老天爷帮忙以后，那我们天助自助人助吧，希望能够让灾民尽快能够脱离现在的这样的一些的困境。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国内政坛，不管是823或各方面来讲的话，还会怎么样？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您的收看，谢谢我们见面，我们明天见，拜拜。